Hello，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过情关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甄嬛和皇上之间的感情，以去甘露寺修行为分水岭，分成前后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皇上只当甄嬛是纯元的替代品，而甄嬛则是实实在在的爱着皇上。就算是第一次怀孕流产，经过失宠又复宠的命运跌宕，甄嬛和皇上在养心殿谈话之后，还是体谅他身为君王的不容易。但皇上呢，不仅处处提防甄嬛，就连一些看似对甄嬛的偏爱，其中也夹杂着纯元的影子。像纯元故衣事件发生之前，两人一起憧憬着碎玉轩修好之后的快乐时光。甄嬛所说的饮酒、跳舞、乘凉，说的都是实打实的，她和皇上之间最浪漫的事。而皇上所说的酿桂花酒、看飞雪满天，说的可就未必是他和甄嬛之间的事儿了。所以纯元故衣事件发生之后，甄嬛才会那么伤心。她的伤心不只在于皇上没有她想象的那样爱她，还在于这么久以来，她竟被皇上欺瞒戏弄，她的自尊心受不住。当甄嬛身怀六甲，心如死灰的时候，皇上却在养心殿悼念故去的纯元，口中说的是只有你懂得朕，明白朕，旁人终究不如你，笔下写的是婉婉泪倾。然而皇上和甄嬛在这段感情中强弱分明的态势，到了熹妃回宫时却发生了彻底的扭转。彼时甄嬛不仅重新获得了皇上的宠爱，甚至逐渐取代了纯元在皇上心中的位置。而先皇后纯元以命换来的东西，甄嬛仅用了3步就实现了。甄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筹谋着离开紫禁城的？大概是在纯元故衣事件刚发生的时候，而父亲下大狱后，他就更加笃定了这个念头。那么像皇上所说的，甄嬛已经生下了女儿，不离开紫禁城到底可不可以？也是可以的。但我们且不论这样做会不会连累胧月，单就甄嬛和皇上之间的情感关系而言，不离开，甄嬛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，她将以纯元影子的身份在后宫苟活一辈子。有人说皇上喜欢搜集各种各样的女人，也有人说皇上这一生只喜欢2种女人，一种像纯元，一种像华妃。但在我看来，剧中的皇上真心爱的女人从来就只有一种类型，自身足够优秀，又有心气儿。皇上和纯元之间发生过什么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皇上和华妃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却看得清。皇上最初爱上的是策马扬鞭、天不怕地不怕的华妃，皇上对华妃逐渐厌倦，是因为他一次次以皇上的荣宠为工具，为年羹尧邀功，为侄子争爵位，不惜为此跪倒在地，举案过头，伺候皇上吃饭，复查贵人失子之后，学习淑女步伐讨皇上欢心。结果呢，他被甄嬛下封，皇上理都不理，派了几个太医象征性的看一眼，就随他去了。甄嬛失子，和皇上赌气，皇上和果郡王提起他来，却满脸宠溺。你不知道婉嫔的性子有多倔。而纯元故衣事件，相比于甄嬛第一次失宠，事态更加严重。从甄嬛穿上纯元故衣，出现在皇上面前的那一刻起，皇上就怀疑他利用纯元争宠。待到甄嬛瘫软的跪倒在地，用手抓着皇上的脚，为老父亲求情的时候，他的有心气儿的形象也在皇上心中轰塌了。此种情况下，甄嬛若是不顾家人安危，心甘情愿当别人的影子留在后宫，利用刚出生的女儿保住妃位，那她在皇上看来就是一个贪生怕死、见利忘义、毫无尊严的女人。这样的女人，后宫从来都是不缺的，怎么配和纯元相比？因此甄嬛离宫去甘露寺，真的不是冲动之举，而是一个很慎重的决定。离开才能直起腰来做人，离开才能表明态度，离开更能滋生思念。甄嬛的生离越是果断决绝，越是能产生与纯元的死别相似的效果。胖妮觉得《甄嬛传》这部剧中真正带给人那种从内而外的灵魂的震颤的戏，其实没那么多。梅姐姐离世算一个，这场戏好在有梅姐姐和甄嬛前期的感情铺垫，以及恰到好处的 BGM 和回忆杀。甄嬛离宫后，皇上独去碎玉轩算一个，这场戏陈建斌老师对情绪的拿捏是教科书级别的，从头到尾他只说了3句话，
真是离宫以后，这就再没动过吗？这是他最心爱的玫瑰簪子，朕赐给他的玉鞋也没带走，什么都没带走，自己干净利落的走了。从陈建斌老师的精彩表演中，我们可以想象到皇上当时那种情感的汹涌澎湃，却难以言表的复杂感受。为什么皇上会有这样的感受？因为甄嬛用一次高明的择物来表达了自己的态度，在心爱的珠宝、器物都是可以割舍的，唯有真情要保留。甄嬛清高至此，当初又怎么可能为了争宠而故意穿纯元故衣呢？甄嬛对她和皇上的感情诚挚，真爱至此，皇上却以她为替身，怎么对得起她？这一刻的皇上被悔恨和愧疚击中，眼角隐约可见一滴泪。从这场戏往后，皇上对甄嬛的感情发生了质的转变。他先是病中喊婉婉，后又去凌云峰看过郡王。花龙月的机灵样最像他额娘，话里话外反复提及废妃甄氏，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？甄嬛入了甘露寺之后，性格变得懦弱了。当初在宫中面对华妃的挑衅，甄嬛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贵人，她是怎么说的？容不容得下是娘娘的气度，能不能让娘娘容得下是嫔妾的本事。当然，入了甘露寺的甄嬛没有皇上皇后撑腰，没有家世可依，境遇大不如前。但是被人用语言羞辱、刁难、掐胳膊，甚至大雪天里被赶走，甄嬛也逆来顺受。她往日的心机哪儿去了？自保能力哪儿去了？从后面的情节中，我们知道了，甄嬛故意自虐，过得如同蝼蚁，就是要让宫中皇后等人放松警惕，从而少苛待胧月和眉庄。然而她自虐另外一个没说出口的理由，意在皇上。不管是不是纯粹因为纯元故衣的原因，皇上进甄嬛的族，严惩甄远道一家，是因为心里有气。皇上气不消，他和甄嬛之间没有可能重新开始。关于这点，太后已经对眉庄说过，可是眉庄没听进去，甄嬛倒是自己悟出来了。甘露寺是皇家寺院，甄嬛在甘露寺受的那些欺辱，吃的那些苦，早晚会被皇上知道。在配合以之前离开，择物2点。皇上知道了甄嬛的生存状态，不仅会消气，还会心疼、怜惜。一旦有了心疼和怜惜，甄嬛回宫的路也就铺平了。综合这几点来看，甄嬛去甘露寺是必走的一步棋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她把自己之前的不足之处都补足了，学会了吃苦耐劳，学会了降低对人性的期待。与此同时，也逐渐拿到了纯元当初在皇上那里用命换来的福利，独一无二的感情和对家人的保护。随着熹妃回宫，甄家人解了之前的困局，甄嬛最疼爱的妹妹即便被皇上看上，也能扭转胜意，嫁给喜欢的人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